你放开我！你慢点儿。所以所谓的庆祝，就是跟不清不楚的男人出来吃饭。什么不清不楚的男人？那是我师兄。什么样的师兄需要你这样跟他卿卿我我的？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？我假扮他女朋友，我要不演亲密点，怎么应付他那劈腿前女友啊？你倒好，当众把我拉出来，我没帮上忙还给他添乱。你是忘记我们的协议了是吗？你现在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妻，你跟其他的男人吃饭，别人怎么看我？那你今天晚上背着我和江锦玄约会，你就没有想过别人会怎么看我？背着你？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，用得着背着你吗？对，他温柔又识大体，他是你最好的工作搭档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有他在，你干嘛非要找我当你名义上的未婚妻啊？一个是工作搭档，一个是协议未婚妻，您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，他是陪你打江山的工作伙伴，我只是欠了你200万，跟你随便签了一份协议的债户。那你最好记得，以后也别做这么没品的事儿。又不是没有原则，任由呼来唤去。做人的原则，那你就该去找江锦玄那样的女人结婚。别生气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恰巧从这里路过，正好听见了你和顾南舟。你听到什么了？我听见你欠了他200万，为了给他还债，还签了协议，假扮他未婚妻。你必须给我保密啊！你不能告诉任何人。要是我违约了，我就赔惨了。你怎么欠他那么多钱啊？200万，那可不是小数目。说来话长，你别问了。一提这事儿，我也烦着了。你为了给他还债，去假扮他未婚妻，那顾南舟他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他压根儿就看不上我，我就是借住在他们家的租户加债户。没关系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青青，你们这关系也太狗血了吧？那电视剧都不敢那么演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调侃我？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算了，没胃口。你想啊，火锅、烧烤、小龙虾，你想吃什么都行，我请客。好了，走吧。南舟，你没事吧？哦，对不起，把你生日搞砸了。没关系。生日快乐！谢谢你啊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了。走吧。
才青青是在跟别人约会。你也别怪他，毕竟他只是个大学都没毕业的孩子，玩心重也正常。虽然只是暂时假扮，但是一旦被什么熟人看到的话，也会给你带来不少麻烦的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就算假扮未婚妻，也该找个稳妥的人。你当时就是太草率了，不然，这个忙其实我也可以帮你。你管好星云的事务就可以了，我的私事儿我自己会处理。南州，以我们俩的关系，别说了。南州，你今天看起来很累，要不要上去坐会儿？我给你准备安神茶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只想回家睡觉。那你回家开慢点儿。好。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怎么了？你跟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这是谁给你发的照片？谁发给我的不重要。你别误会，他只是瞎帮忙。我知道，替学长假扮女朋友，替朋友撑场面，对吧？这个月，他不光去漫画公司兼职，还要一边上课一边送外卖，替人遛狗、送花、当家教。他做这些事情，都是为了给他的债主顾南州还钱。妈，你这怎么，无话可说了？你怎么不跟我解释解释，他为什么要问你借钱？你们俩为什么要协议结婚？我也不想那样，但是这么说，你们俩真的是协议结婚？难道还是因为那份遗嘱吗？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你不要管你爸怎么想。妈，不是因为我爸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我喜欢他。所以，你借钱给他，跟他协议结婚，就是为了用债务把他绑在你身边？不是。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喜欢。我喜欢他。天，搞了半天，你小子是因为追不到人家，所以才想了这个损招啊？哎呦，这脑子怎么那么笨呢？青青这孩子是讨人喜欢，可是我看着他也不是那么难搞定的呀。他挺难追的。哎呦，傻儿子，来坐下。追女孩子这种事情，像你这样直来直往肯定是不行的。今天怎么是周小姐陪你来的？小川呢？小川生病了，所以让他暂时顶替一下助理的位置。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。青青，助理的工作内容都知道吗？资料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，顾总都已经交代好了。助理的工作本来就复杂，你又是第一次做，如果实在应付不过来的话，不如让我来吧。我觉得可以哦。不行，他自己的事情，让他自己负责。
开会之前把28号文件夹的 PPT 打开，调好投影。这些我告诉他吧。颜色层次太乱，动作也不够连贯，最重要的是，空灵感根本没做出来。顾总，后面部分涉及大量特效，需要顶尖团队协作，预算可能还要再翻几倍。我建议不如删减这段篇章。顾总，这只是10分钟的戏份，但从风险把控的角度来讲，我同意 Sophia 的想法。第4篇章是男女主感情戏份的高潮，星星坠落星灵湖的画面，寓意着所有人的梦都有了归处。这点我真的不能妥协，男女主身处孤岛的感觉，必须有空灵梦幻的氛围去渲染，要不然，星灵湖这部动画就真的算是失败了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增加投入意味着什么？没想到你工作还挺认真的嘛。虽然我对你这个人抱有意见，不过我觉得你说的没错。如果做不出空灵感，男女主身处在异世界，那种身边只有彼此的情绪就烘托不出来了。这个确实不能妥协。不过我没想到，你居然是那种不顾所有人的反对，坚持做好作品的人。毕竟，是我从小想做的东西。你从小就想做动画？大概从10岁起吧。当时看了国外的动画，就觉得一定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作品。不知不觉就到现在了。没想到你还是个理想主义者。你在讽刺我？不是，当然不是，我认真的。我很少能见到像你这种坚持初心的人。其实我还蛮佩服你的，你真的很棒。你这一稿的格式比前一版规整多了，我能感觉到你这次好像真正找到了方向，并且呢，我能从这里头看到你当初入学时的热情。真的吗？谢谢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这次叫你来呢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这是游讯和南城8大院校一起举办的动漫大赛。我觉得你的天堂街19号很适合参加哦。大额奖金、签约机会，还有可能发行单行本。你是我所有学生当中天赋最好的一个，所以呢，我希望你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喂，回来没有啊？记得给我带午饭。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对不起啊，顾总，您的午饭到了，有烧茄子，还有您最爱喝的鱼片粥，还有大虾。我不爱吃虾，麻烦。我都给您剥好了。那，把昨天的文件整理好给我，你先出去吧。好的，顾总，那您请慢用。您选的这几家特效公司水准是高，可成本也要翻几倍。几年前，图星也想做一个跨时代的动画，结果大家都看到了。我认为图星之所以会失败，是因为他们过分的注重特效，反而忽略了剧本和细节设计。我有信心，不会让星灵湖重蹈覆辙。我不是对你们的作品不信任，
可死链对投资人来说是噩梦。我们不可能把钱投进一个随时打水漂的项目。加大特效投入，的确会增加成本。不过作品品质的提升，对于投资人来说，也是增加了一道保障。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了。星灵湖这个项目，我司可能还要再评估一下，请您见谅。南州，先吃点东西吧。牛油果、北极贝、佩迪卡沙司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谢谢。最近天天吃青青给你买的快餐，是不是不习惯呀？小姑娘就是这样，做什么事情都随着自己的性子来。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她，我可以给你带吃的。不用了。你微信说有件事儿是什么？我差点忘了。蚂蚁乐园入围了金苹果动画节幼儿组最佳奖，组委会的老师今天联系我了，说你需要准备一段3分钟的演讲稿。我知道你可能不太喜欢这样的场合，不过这次的颁奖典礼，业内有很多公司都会去，我觉得这是宣传星灵湖很好的机会，而且组委会他们也答应了，说可以由女伴代为领奖。好，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沟通吧。来，叔叔阿姨这边走，注意安全。你看，真好。我们在这边排一下队啊。哎，这车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乱停？哎，小伙子，你怎么把车停这么近呢？那我们怎么下车呀？就是啊，赶紧就是你赶紧停这儿啊！你赶紧开走，开走，别停这儿了。我们下车都下不来，快开走啊！南州，你想吃点什么吗？我去帮你做。不用了，你先回公司吧。你这么不舒服，我怎么放心得下？再说了，公司的事情我在这儿也能处理。这儿的事儿就让周建兴来忙吧。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南州，你现在需要休息，要不先把你的电话转接到我的手机上，工作的事情我来处理。好啊。对了，发个微信给周建清，让他早点回来。好。青青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顾南州呢？南州他跟搬家师傅先过去了，
家里东西太多，一次也搬不完。他过去哪儿了？我家。他住你家？南珠没跟你说他为什么搬来我家吗？看来你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。不过南州既然不愿意告诉你，我也不好跟你细说，毕竟我得尊重他的想法。情人节那天，你和顾南州是不是在开会？是啊。那我为什么会听到林玉的声音？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不觉得你现在面对我，顾南州的女朋友，有必要解释清楚吗？我是喜欢他，那又怎样？我才是他女朋友。可是他现在真正需要的人是我，周小姐，我劝你一句，别再给他惹麻烦了。比起一个只会让他心烦的孩子，他更需要一个能帮得上他的人。你轻点儿！周建清，你干什么？我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南州，就是跟青青有些误会，我没解释清楚，惹他不高兴了。静璇是来帮我搬家的，你怎么还动起手来了呢？你还帮他说我？南州，是我不好，我一会儿跟青青解释清楚就好了。顾南州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搬去他家？你不告诉我？我搬去他家是因为去公司方便。方便？我给你打电话是江静璇接的，这是方便吗？情人节那天晚上你也跟他一起过的，这是方便吗？你还让他坐你的副驾驶，这是方便吗？为什么你搬家你不告诉我，你却告诉江静璇，这也是方便吗？周建清，你别无理取闹了。我无理取闹？我又成无理取闹了是吗？对，他比我更好，又温柔又体贴，还能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帮到你，不像我，只是个孩子，只能在你无聊的时候陪你玩玩。那你去跟他过好了。南州，青青年纪还小，不懂事，爱任性，爱乱想，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在他看来都是天大的事。不如先让他自己冷静2天吧。对不起啊。没事。你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别闷着了，会憋坏的。苏苏，你说我和顾南州的关系是不是走不下去了呀？怎么突然这么说啊？我今天本来是打算去帮他的忙，给他一点安慰的。可是我没忍住，又跟他吵架了。都怪那个江静璇，我根本没有用力拽他，他自己摔倒的。顾南州居然为了他对我大吼大叫的。苏苏，我是不是输了？输不输的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你真的变了。越来越不像我之前认识的周建清了。以前我什么都不放在眼里，可是顾南州
他认真工作，坚持理想，把我想做的、做不到的都做了。在我有困难的时候，他总会出现；我难过的时候，他总能让我好起来。他真的太好了，所以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谁说的？我觉得你哪里都好。不一样的。我以前也觉得自己特别懂顾南州，还觉得我自己什么都好。可是我现在发现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懂。后面特效细节再细化一下。好，行。顾总，好几个投资人都知道了我们侵权乐家宝的事情。我们和乐家宝不是已经在走协商途径了吗？虽然他们同意协商了，但是投资人还是担心会影响星源后续的发展，纷纷表示要撤资。赔偿金的事情还没处理完，现在怎么能撤资？顾总，那星灵湖特效还做吗？特效公司已经开始催款了。当然要做。如果我们现在停下来，星云的赤字只会越来越大。资金的部分你们不用担心，我来想办法。周小姐，请您放心，我们马上就按照日程做好前期准备。天堂街19号一定会如期出版的。那就麻烦你们啦。应该的，周小姐再见。再见。周小姐，你好。顾氏集团陆子明，周小姐不记得了吗？您好，请问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自己看看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想顾南州肯定没有跟你说过这些股权的事情吧？我知道你哥哥周子轩背负了200万的债务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提前签署一份顾氏集团股权转让协议书。我给你的钱能让你们轻松还债。那些债务，顾南州已经帮我还了。与其把股份卖给你，我为什么不直接卖给顾南州呢？他也很需要这些股份。我给你的可不是200万，而是你应得的市场价。另外，我提醒你，顾南州就想利用这一点，只用区200万的低价，就撬走你父亲名下5%的股份。你仔细想想，你们的结婚协议里为什么会有若欠下债务，会以各自私产和股权作为抵押这一条？所以你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抢夺股权的阴谋。